订婚宴上，未婚妻和他刚回国的白月光深情拥吻。白月光解释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在文文心里，我才是他想要的新郎。”我笑了笑，转手把订婚戒指递给未婚妻妹妹。既然你想要的新郎是他，那我的新娘换一个也不过分吧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亲一个亲一个，周围传来一群人的起哄声。我站在人群外，冷冷看着被围在最里面的文文和他的白月光周舒然，拳头握紧。未婚妻文文紧紧抱着他的白月光周舒然，将自己的头埋在他的肩膀上。行了，周舒然宠溺地看着文文，别闹了，文文已经害羞了，谁让他大冒险输了？亲不亲？不亲我就上了。周舒然捧着文文的脸，对着他的唇亲了下去，整整10几秒，才在哄闹声中相互松开。张文满脸通红，捂着脸笑了半天。他抬起头，总算看到了站在人群当中的我。他如梦初醒，似乎才终于想起来，今天是我和他的订婚宴。半个小时前，我才刚刚跪地请求她嫁给我。他赶紧从周舒然的怀里退出来，急忙向我解释：“阿荣，舒然大冒险输了，我只是在帮他，而且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”周舒然的脸色一下子冷了下来，看向周围，周围都是他们的共同好友，一个个七嘴八舌，帮忙亲一下又怎么了？小时候玩过家家，比这个都有趣。他俩这么多年一直都这样的，如果要出事的话，还有你什么事？我气笑了，轻轻转动手上的戒指。是啊，这么多年从来都是这样的，同吃一个冰淇淋，喝同一杯奶茶，睡同一张床，然后再告诉所有人他们只是朋友。好在后来周舒然出国了，不然他岂不是还要跟我共享一个妻子？我将中指上的戒指取下来，这个订婚宴就送给你们吧，祝你们长长久久。毕竟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周围安静下来，周舒然的脸一下子黑了下来。如果你介意这种事情的话，我可以给你道歉，但是你不能这么辱骂文文。我跟文文只是好朋友，如果你不喜欢，我以后不出现就好了。周舒然和文文的共同朋友也一起在抨击我，不是吧，阿荣，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玩不起？是啊，这还没结婚呢，这以后要是结婚了，文文是不是都不能跟我们这些朋友玩了？你能不能不要闹了？张文拽了一下我的手臂，他眼神冰冷，说了多少遍了，舒然跟我只是朋友，刚刚是大冒险输了，没有什么别的意思。我看着他，睡同一张床的朋友，可以接吻的纯友谊。张文狠狠跺脚，指着我鼻子骂道：“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之间是朋友，你自己肮脏，不要看什么人都是脏的好不好？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跟舒然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哪还轮得到你？”顾舒然一脸嘲讽地看过来：“阿荣，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。文文说的没错，我们两个要是有什么，还有你什么事啊？”张文拽着我，眼里的愤怒似乎要将我烧死。把订婚宴搞成这个样子，你满意了吗？他狠狠将我推开，转头去安慰起了周舒然。我站在一旁，像是跟这场宴会无关的配角一样。我此刻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难受了。昨天夜里，周舒然给我发了消息，或许就像他说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在文文心里，我才是他想要的新郎，不被爱的才是输家。我输了，我确实输了。他们2个人是青梅竹马，还有他们那群朋友，都是一个院子里长大的。整个大院里的人，只有周舒然文文静静的，时刻端的一副儒雅的样子。在别的小男孩都在疯闹的年纪，只有他在安安静静的读书。
所以自然成为了很多人的榜样，也吸引了很多视线，其中就有我的未婚妻张雯。那个时候，所有人都以为张雯和周舒然两个人会走到最后，因为他们的感情也一直都很好。直到大学，他们两个并没有上同一所学校，周舒然去外国读书，只留下张雯一个人。恰巧这个时候，他认识了我，他勇敢地追求我，无论什么时候都像个小太阳一样温暖我的心。就这样，月以继日的攻略下，我答应了他的告白。在我不知道周舒然存在的情况下，我以为他的心里眼里都只有我一个，我以为他是爱我的。这份爱一遇到周舒然的时候就轰然倒塌。在张雯心里，我永远不是第一顺位，周舒然的事情永远都比我重要。尽管他人在国外，只要周舒然一个电话，张雯就会立刻抛下我，即便是当着我的面，他也丝毫不掩饰他对周舒然的关心。他们用朋友的名义亲密如情侣，而我像极了他们之间后来插入的情妇。我跟他之间隔着永远都无法跨越的距离。宋荣，你现在跟舒然道歉，这件事情我可以不计较，如果你不立刻道歉的话，那我们就分手吧。看着我的未婚妻把她的白月光护在身后的时候，我突然就觉得没意思了。在他心里，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就是赶紧道歉，舒然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。张雯愤怒地盯着我，我本来就打算分手，我冷漠地说出这句话。张雯的眼里闪出了一丝不可置信，很快她又镇定下来，只因为她觉得我不可能真的跟她分手。一起这么多年，我早就已经把她宠成了小公主一样的脾气，每次吵架都是我先道歉，我先低头，她永远傲慢地等待我转身回头继续走向他。但这次我不会了，我没什么需要道歉的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宋荣，如果今天你不道歉的话，那以后都没有回转的余地，你会永远失去我。我的脚步停顿下来，他立刻得意洋洋地冲到我身。怎么，后悔了？我并没有多说什么，拿起我桌子上的车钥匙就直接走了。事已至此，早就不必多说什么了。既然他以为我离不开他的话，那就让他那么以为。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，看着我们一起共同生活过的家，我只觉得讽刺。门铃意外地响了，我打开门，发现是未婚妻的妹妹张雅。她看到我腼腆地笑了，眼神里是说不出的尴尬。张雅是张雯的妹妹，两个人并没有想象当中的关系很好。我是通过张雅认识的张雯，张雅是我的同事，我们从公司刚刚创办那个时候就认识了，关系一直很好。但我明显没想到这个时候，张雅居然会过来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我皱眉看着她，我是看到张雯的朋友圈过来的。你现在没事吧？听着她说的话，我立刻打开了张雯的朋友圈，山河万物，你是唯一。配图是一张跟周舒然的牵手照，还是在我走了之后发的。我冷笑，张雅的神色明显带着小心翼翼。我没事，有什么事找我吗？我又耐心地重复了一遍。是这样的，明天公司安排咱俩出差，我想你现在应该在家，所以过来跟你商量，你到时候方便吗？我把张雅邀请进了家里，两个人商量了明天工作的事情之后就告一段落了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我也觉得有必要跟张雯的父母说一声，还有我的父母。阿荣，如果你跟雯雯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可以两个人好好商量商量。你们都已经订婚了，就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。你对我们雯雯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张雯的父母还在替张雯求情，我已经不想再多说了。我先前已经跟我的父母说明白这种事情，他们几个老人家商量就可以了。但由于我的态度，
所以我父母肯定也不会同意复合的。张文的电话打来的突如其来，不妨说我知道他会打来这个电话。宋荣，我从一开始就已经说过了，我跟周舒然只是好朋友，能不能别这么小肚鸡肠？如果从一开始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我是肯定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还有，你凭什么给我爸妈打电话就断定了我们之间分手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耽误我的青春算什么？电话里传来怒气的吼声，而且你还没有跟舒然道歉，你怎么可以那么说舒然？我冷笑，眼里闪过一丝嘲讽。事到如今，我凭什么要跟你在一起？你们两个明目张胆的给我戴绿帽子，我还要在这里装大度吗？实话告诉你，张文，手我是分定了，也让你爸妈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。宋荣，你这个骗子！张文剩下的话我并没有听完，就选择挂断了电话。反正也不是什么好话，在家里收拾收拾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跟张雅一起去出差了。我知道张雅好像有很多话要跟我说，但她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但现在的我已经不想再解释些什么了。同样，安慰的话我也不再想听。只是我没想到张文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，就如炮轰一般。算把他的电话拉黑，他也会找其他的陌生号码继续给我打。理解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直到我在隔壁室遇见了跟周舒然一起出来逛街的张文，他看到我在商场里的时候，如同一个炮仗一样冲了过来。这几天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到底有完没完？那只是个大冒险而已，你有必要这样斤斤计较吗？他的脸上满是对我的嘲讽和不屑。远处的周舒然只是站在原地看戏，一般冲我挑挑眉，眼里的挑衅都快溢出来了。还有，你为什么和张雅在一起？你们两个是不是背着我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？看着张文把怒火转向其他人的时候，我想也没想挡在了张雅的面前。你跟周舒然才是狼狈为奸吧？在订婚宴上做出那种事，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的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现在跟谁在一起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张文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他似乎没料到我会像现在这样反驳他。张雅，这可是你未来姐夫，你怎么能够背着我跟你姐夫一起出来呢？你是不是插入我们感情当中的小三？你这个贱女人！商场里的吵闹吸引了周围一众的人围观，他们看着张文疯疯癫癫的样子，又听到他说的话，立刻对我和张雅指指点点起来。这么年轻就当小三啊？听说这男的还是他姐夫呢。小三都该死，这年头了，怎么还有人抢姐姐的未婚夫？听着周围熙熙攘攘的声音，张雅立刻白了脸。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，也没想到过自己居然会成为这件事情的中心人物。她立刻慌了神：“不是的，我不是小三，你们不要听他胡说。”奈何周围人的指指点点越来越大声，张文像是疯了一样，几乎是立刻把他从我的身后拽出来，给了张雅一巴掌。就是你这个贱女人，破坏我的感情！你凭什么跟宋荣在一起？我到底是哪里对不起你？我可是你姐姐！这一巴掌打得张雅生疼，她第一次失去了反驳的力气。我立刻上前把张文推开。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我已经说过，我们早就已经分手了。你跟周舒然睡在同一张床上的时候，怎么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是你的男朋友呢？你跟周舒然两个人在订婚宴上接吻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我是你的未婚夫呢？这话打得众人一愣，他们微妙的目光立刻就落在了张文和后面站着的周舒然身上。刚刚还看戏的周舒然一下子就沉了脸，
他沉默地走了过来。阿荣，我跟文文的关系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好，你们是只会接吻的纯友谊，打着朋友的名头做了情侣之间该做的事情，不是我想的哪样。我打断了周舒然的话。宋荣，你之前那么骂舒然，他从来都没有说什么。你作为一个男人，能不能大度一点？那只是大冒险输了。张文依旧把周舒然护在身后。大度？绿帽子已经给我扣头上了，我装什么大度？这些事情我不说，不代表我不知道。还有你昨天发的朋友圈，你是选择性失忆吗？张文的态度让我寒心。我就说了，在我和周舒然之间，他的选择永远都是周舒然，而不是我。周舒然的存在，我也是在跟他在一起很久之后才知道的。有一天晚上，张文的闺蜜给我打电话，说她在酒吧喝多了。我当时正值事业上升期，正在加班赶 PPT。听到这话之后，我想都没想，立刻放下了自己手头上的事情，去酒吧接张文。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在吵架，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我现在一心只有事业，心里没有他。我的努力都是为了我跟他的未来。看着他喝红的脸，我内心无限愧疚。他神情迷糊地看着我，不要走好不好？我什么都依你。见到这样的他，我的内心更是软得一塌糊涂。我甚至觉得自己做的确实很过分。为什么要因为这一点小事就跟自己最爱的人吵架？我一直都以为是我的问题，我没有好好的平衡自己的时间陪在他的身边。文文平时就想要你陪在他的身边而已，这么简单的要求你都做不到吗？他一直都在跟我们说你的好，现在这样让我怎么放心把他交给你？张文闺蜜的指责更让我难受。后来直到把他送回家，他抱着马桶吐得昏天黑地，嘴里却一直都在不停地叫着另一个人的名字，那个人就是周舒然。我当时如遭雷击，但他后来清醒过来之后跟我解释说，只是因为那段感情他受了不小的伤害，他的心里只有我。我信了。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心里肯定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存在。我不介意张文的心里有过别人，只要他现在爱的是我就行。我明显对自己太过自信了，现在我面对的局面就是我太过自信的后果。宋荣，如果你不跟我解释清楚的话，我就真的会跟你分手的，我也不会再跟你订婚了。你听到没有？看着面目可憎的张文，我只觉得内心疲惫。随你便，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，所以干脆不如什么都不说。我拉着张雅离开，后续的事情如何就不关我的事。众人看到热闹没有了之后，也就都散开了，只剩下周舒然和张文两个人站在原地。周舒然本身就是过来买西服的，这下子他是彻底没心情逛了，于是想要直接带走刚刚试的那件衣服。没想到那售货员直接白了他一眼，我们的衣服不卖给你这种人。周舒然立刻炸毛，什么叫做不卖给我这种人？我是顾客，顾客就是上帝，我买衣服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售货员没接话，而是把他刚刚试过的衣服直接丢在了后面库房。把你们老板给我叫来。售货员冷笑没理他。我说了，把你们的老板给我叫过来。此刻张文的面色有些难看，他试图阻止周舒然这么做。我就是老板，叫我干什么？周舒然转头看到来人的时候，却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是你？带着张雅离开之后，我从车里面拿了点药。我的车里常常都备着这些东西，是因为张文这个人比较跳脱，有些时候玩闹可能会弄伤自己，所以我的车里会经常备着这些，就是怕去远的地方玩，他不小心受伤了，买不到药。我突然想起来，
有东西没拿，你在这等我一会，我上去拿一下。我的东西还放在店里，走的时候太急，没来得及拿。回去的时候就看到周淑然在大闹服装店，我站在他的身后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没错，我就是这家服装店的老板。我赚的钱不只是在工作上，也靠着自己的能力，在 A 市和 B 市都有自己的高端服装店，就是为了多点收入，也是为了以后张文跟着我能过上好日子。周淑然打量了我几眼，别是为了拿我出气，所以当冤大头吧。你能成为高端服装店的老板，那你这一年挣不少。要是这么有能力的话，何必还蜗居在你那个小公司里呢？看着他讽刺的神色，我并没有多说什么，信不信由他。就在我拿了东西想要转身离开的时候，却看见周淑然的几个狐朋狗友冲着我走来。周淑然简单的跟他们说了我的情况，他们果不其然，用一种讽刺的眼神看我。那这么说，张文跟着你还真是过够了好日子，真把自己当老板了。就你那小公司挣的工资，还能开服装店吗？说出去也是笑死人了。谁不知道这服装店是没有预定的话，根本不接单的。像舒然这样的角色都买不到衣服，更何况你了。张文在旁边一言不发，他似乎也有点瞧不起我，也觉得我在打肿脸充胖子。阿荣，我们没有必要这么虚荣的，实话实说，永远是最佳方案。我知道你最近工作压力大，可能精神上有一些不好，但也千不该万不该说这种话。张文在一边好心劝诫我，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怀疑我，因为墙上贴的是另一个我的合伙人，但其实他只是个挂名老板，真正在做事的人是我。只是在开这家服装店的时候，他给我投了资。一开始本身是想要给他一个更高的职位，但他说他只想当老板，还是挂名的那种，这样他就可以天天出去玩，也不用担心店里面的事，他就只管投资，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。他对于我的信任，我是很受用的，所以工作上来也一直都很努力。这2年服装店的生意越来越好，做的也越来越高端，平常有合作什么的都是他来出面的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我也是老板，只有主店的售货员和店长知道。你也说了，连他都买不上，也不用太小瞧人吧？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这里的老板呢？我悠闲地坐在了店里的椅子上，其他人看我这副态度就更讽刺了。你说你是老板，你就是老板，那墙上贴着的是谁？人也不能太虚荣吧？我觉得张文跟你分手真是分对了，有你这么个虚荣的丈夫，以后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不好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刚好我跟这家店的老板认识，我打电话让他过来看看你是不是老板。周淑然和张文的共同好友当中有一个人冲着我走了出来，他拿着手机试探性地问我，我倒是无所谓，我怕到时候丢脸的人是他们。阿荣，你要知道这家店的老板最不喜欢别人冒充他了。之前就有一个人贪便宜，说他跟老板关系很好，也算是合伙人，结果被老板当场打假，从此直接拉黑了。我们没有钱不要紧，可千万不要做这种蠢事。张文嘴里说着劝诫的话，可是眼神里看好戏的成分一点也不少。他不是真的关心我，他是真的想看我笑话。这样吧，如果你为那天的事情跟我和舒然道歉的话，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。后面的售货员和店长都要急死，他们当然知道我才是这家店正儿八经的老板，想要开口替我说话，却被我用眼神制止了。有些人你不亲自打他的脸，他是永远都不会信服的。说了不道歉就是不道歉，而且我根本没有做错什么吧？你们2个暗度陈仓的事情做得还少吗？
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张文一下子被我的态度给激怒。这件事情你到底要一直揪着不放，到什么时候？谁让你给我爸妈打电话说我们两个不订婚的事情了？你要一直这么小肚鸡肠吗？张文语气里的怨念快要把我淹没，我是真的觉得很心酸。从前他爱玩爱闹，我从来都不管，是因为我爱他，我坚信我能够保护好他。之前我一直以为我们两个未来会结婚的，所以对这些事情也从来都是属于放纵的。现在我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是做错了，或者是说从一开始我就不该抱有结婚的这种想法。毕竟人家确实心思不在我身上。我已经给老板打电话了，他说他过一会就到。刚刚的那个朋友已经打完电话了，他看着我眼神轻蔑。大肿脸充胖子冒充大尾巴狼。张文和周淑然本身就没有做错什么，他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关系好自然不是你能够插足的进去的。就算他们两个真的有什么，你又能怎么办呢？你也只能接受。如果你很优秀的话，张文也不至于抛弃你，选择周淑然。这番话说的，两边的人脸色都不是很好看。我就凭什么要当冤大头？别人给我戴绿帽子，我还要原谅啊？他们俩现在没事，我就应该感恩戴德是吧？他们俩要是有事儿，我就应该忍气吞声，觉得这一切都是我欠张文的，凭什么呢？反观周淑然和张文却觉得这话简直就是在内涵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他们两个之间确实有事，但这么多年以来，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秘密，也从来不说出口。就算外人提起这些事情，他们也是相互保密，不多说什么的。但是这个朋友画风是不是有点不对？这种话也能说出来？行了行了，不要再多说了，就等老板过来之后见分晓了。周淑然皱眉，他很不喜欢这个朋友，没脑子，没情商，不会说话。我依旧冷静地坐在店里的座位上，手里还捧着一杯热水。等吧，等老板来了，一切就见分晓了。过了很久之后，老板还没来，在坐着等的期间，他们也没少挖苦，就连张雅都上来了。我看你好长时间没回来，觉得你应该是被什么事情绊住脚，所以就上来了。看着周围这么多人，张雅也是意外的，但是很多人他也是认识的，毕竟从小就是一个大院里长大的，多多少少都见过，只是交情不是很深。张雅，你怎么会跟这种人在一起啊？有些人很快就认出了张雅。张雅皱了皱眉，这种人是什么人呢？我跟宋哥一起共事好几年了，你在说谁？他一向不喜欢这些大院里一起长大的朋友，小时候还好，只是逃了点，长大之后人就会跟着利益划分。我说的就是宋荣啊，谁不知道他现在在这打肿脸充胖子？那人不屑地冷哼了一声。张雅站在我的面前，如同护犊子的母鸡一样护住了我。我相信宋哥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，他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。你现在怎么帮着外人说话？你看不出来他在欺负你姐吗？他把跟你姐的订婚宴闹成这个样子，这个姐夫你也要认吗？其他的朋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，很快这片场地又开始变得吵闹。我劝大家还是别说了，人家张雅现在心思都在宋荣身上呢。我们两个的订婚宴闹成这个样子，他心里指不定有多开心。听这话，我有些不开心的起身。你什么意思？张文看着我，开口冷笑了一声，看着张雅一字一顿的道：人家张雅已经喜欢你好几年了，不然发生这种事情，怎么不站在他姐姐身边，反而站在你身边？他的心思昭然若揭，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，就你看不出来吗？还是说
你们两个打着朋友的名义做了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，真讽刺啊！妹妹喜欢姐姐的未婚夫。其他人听见这话，顿时就像点了火的炮仗一样，他们都不可置信地看着张雅，觉得张雅仿佛是什么罪大恶极的恶人一样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我跟宋哥关系很单纯的，就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，甚至比你认识他的时间还要早。你们两个认识的时候，我跟他就已经是朋友了。你们谈恋爱的时候，我一直都保持着距离，从来没有做过过分的举动。张雅明显看上去有点慌，说实话，这一刻她是害怕的。她害怕宋荣知道她的心思之后会远离她。她是喜欢宋荣，但绝对不会像是现在这样趁人之危。好啊，既然你说我们两个之间有一腿，那我们就是有一腿。反正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就算再谈恋爱，跟你也没有关系了吧？我当然清楚张雅的心思，只是我一直爱的人都是张文，所以在恋爱期间，我一直都在跟张雅保持距离，而她也很知趣的，没有再多打扰我。除了工作上的事情，她几乎从来都不跟我主动说话。她是怎么做的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我从衣服里翻出一枚戒指，这戒指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就算张文我也从来没让他戴过。我笑了笑，对张文说，既然你想要的新郎是周舒然，那我的新娘换一个也不过分吧。戒指被戴在手上的时候，张雅还是愣住的。张文面色难看，似乎马上就要冲过来。你要结婚了？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。我看见跟我一起的合伙人震惊了，瞪大双眼看着我手中的戒指。你结婚的消息怎么不告诉我？还是不是好兄弟了？他走了过来，热情地揽住了我的肩膀。你来这里都不告诉我，是有事吗？还是说视察工作来了？这个人就是服装店的老板。其他人看着我们两个这么亲昵的样子，都愣了愣，然后才反应过来。视察工作，老板就是他冒充你的身份。刚刚给老板打电话的人，此刻钻了出来，愤怒地盯着我，大喊大叫：什么冒充我的身份？这就是老板啊！我就是个挂名的，服装店的真正老板就是他呀！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这话一出来，众人的脸色纷纷巨变，尤其是周舒然，盯着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我好笑地推了朋友一把，等结婚的时候邀请你。这2天变化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还没来得及跟你说。来这里是有工作，那行，今天晚上一起吃饭。我这就是看看冒充我的老板是谁，没想到是你。既然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这边还有个会要开，我就先走了。他笑着拍了拍我，然后冲着张雅的方向眨了眨眼，嫂子再见，说着就走了，只留下风中凌乱的众人，还有呆愣的张雅。张雅嘴唇嗫嚅，说不出话来。抱歉，把你卷进来了。如果你要是介意的话，可以等之后好好的再跟我说。现在麻烦你配合我一下。对于突如其来的突发事件，我感到对张雅非常抱歉，因为我没有经过她的同意，就这么说了。对他来说应该很震惊，反倒是张文立刻红了眼眶。你现在什么事情都要瞒着我，是吗？之前怎么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？还有，张雅可是我的妹妹，你就这样要跟她订婚了吗？这事情没什么好说的，本身一开始就是想要跟你好好过日子，但是现在什么都不必要了。张雅就算是你的妹妹又怎么样？现在我们两个才是正经的情侣关系。说完之后，我拉着张雅转身就走，丝毫不理会众人议论纷纷。宋荣，你给我回来！身后的张文怒气冲冲，踩着高跟鞋就要过来。文文，周舒然在后面叫他，他立刻停住了脚步，看着我远去。看吧，就算到现在这种时候，
他的选择也依然是周舒然。我早就死心了，不是吗？在这边的工作发展的也很顺利，后来也向张雅好好的道歉了。张雅只是红着脸跟我说没关系，生活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回到了正轨。但是我3天2头的都能接到张文打过来的电话，里面全部都是求复合的，甚至有很多的消息。宋荣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可不可以回到我的身边，不要跟张雅在一起？我之前做的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我自己也清楚，之前做的那些事情真的是大冒险，输了我才会那么做的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绝对不会这样，能不能原谅我？一开始都是这样，求复合甚至认错的消息。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从来都没有主动道歉过，甚至不管是不是我的错，他都会任性的耍脾气。我也从来都不会多说些什么，因为我觉得我是男人，我爱的人做错了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但现在我又不爱他，他道不道歉跟我也没有关系，从来不会回复张文的任何消息，不管他是怒骂也好，还是哀求也好，我从来都不理会。后来就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没有再见过张文了。我开始将重心都放在自己的身上。再次见到张文的时候，是公司安排体检的医院里，他比以前瘦了很多，病号服里面的身体似乎被微风一吹就会散架，脸上也没有之前那般有光泽，甚至可以说是瘦弱和凹陷。他看到我的时候，眼睛骤然发亮，然后快步地冲到了我的身边。我就知道你一定还没忘了我，你是不是知道我生病之后过来看我的？你现在跟张雅分手了吗？如果分手之后，可不可以重新考虑我一下？看着他那张充满期待的眼眸，我后退了2步，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。我到底要怎么说你才能够明白？我们早就已经分手，甚至没有任何可能了。我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，一直装作听不懂人话的人是你。他面色一下子苍白起来。阿荣，我生病了，你能陪陪我吗？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了，好不好？他卑微的请求，对于我来说已经微不足道了。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像之前那么心软了。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伤害我，就算现在他看上去如此后悔，我也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了。周舒然根本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好，他跟我在一起之后经常家暴我，稍微有一点事情做得不顺心，他就会打我骂我。他把我所有的存款都花光了，把我的钱都拿走之后就跟我分手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已经无路可退了。曾经做的那些事情，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抱歉。张文一个人自顾自地说了很多，可是我已经没有耐心去听了。我走了之后，坐在车里回想着当初我们2个人之间的甜蜜，只觉得更加讽刺。多好啊！你真心喜欢的白月光和你引以为傲的人生，现在过得如何呢？过得不幸福吗？张雅很快就从体检的地方出来了，她坐在我的车上，说她看见张文了。之前你说新娘要换个人的事情，还作数吗？虽然我知道这很突然，但是我不愿意再继续错过了。我已经亲手把你推给别人一次了，这次我不想再放弃。他说的话很突然，张雅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朋友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勇敢地表述自己。他跟张文2个人从小关系就不好，是因为张文总觉得他这个妹妹很聪明，总是在抢他的东西。可能人都是有被害妄想症的，所以他就一直很讨厌张雅。张雅小时候是非常依赖姐姐的，后来知道姐姐对他疏远之后，他也就不再去强求这段关系了。张雅什么也没做错，她只是希望姐姐能够喜欢她，但很多事情都是事与愿违的。就像现在的我
我只想好好过自己，接下来的人生不用再去为其他的事情发愁。张雅只是失落了一段，就满血复活了。她说希望我未来拥有更好的人生，当然她也会一直追寻我的脚步，继续往前。就像很多年前第一眼见到我的时候，就觉得要跟着我，我当然会有更好的人生，因为我也朝着这个目标一直不间断地往前走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